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是赵丽颖啊，也许这才是对演员最高的褒奖。春节档电影市场竞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，一条热搜话题引发大家热议。虽然目前张艺谋导演的作品《第20条》的票房和热度都不是太理想，被《热辣滚烫》和《飞驰人生2》领先，只在票房排行榜中暂列第4，但是同样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精彩瞬间。特别是作为女3号首次出演聋哑人角色的赵丽颖演绎的郝秀萍，很是让人感慨。一句是赵丽颖啊，是对一位演员演技的最好评价。剧中赵丽颖的演技狠狠戳中了观众心中那份柔软。丈夫长期遭受村霸欺凌，忍不住反抗却误杀对方，带着聋哑女儿申诉还险遭绑架，被逼无奈宁愿跳楼赴死，这的是多心酸啊！而作为演员，饰演的又是聋哑人，表演难度可想而知，完全需要靠眼神和肢体语言来表达人物的脆弱、坚韧、悲痛。在赵丽颖的演技里看到了无限可能，非常有感染力，让人忘记演员本体存在的不留痕迹的表演，让本就扎实的剧本戏剧张力十足。特别是在天台那一场哭戏的感染力让人震撼，在绝望和重燃希望之间，在痛苦的挣扎里反复切换，细腻流畅。原来极度的悲伤不一定要嘶吼，无声的哭泣可以振聋发聩。除了天台那场戏之外，还有一场戏让人泪目，就是在逼仄的小旅馆里，郝秀萍和女儿见到吕玲玲和韩明一家的情景。作为底层弱势群体，她对上位者有着本能的警惕和恐惧，再加上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霸凌环境里，条件反射的退缩闪躲成为常态，从肢体到眼神都是防御状态。随后反应过来对方确实是真心想保护他们之后，母女俩冲出酒店告别致谢时，含泪的眼神、激动的手语里已然是信任，眼神的转变演活了淳朴的小人物，即便身陷苦难依然善良。如此精湛的演技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这就是赵丽颖交出的答卷。就像张艺谋导演早些时候说的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赵丽颖。郝秀萍这个角色在第20条里起了杠杆的作用，她当得起所有夸赞。作为一线顶流，赵丽颖以女3号身份出演，又如此精彩，还有什么是她当不起的？这个角色相信也会被大家铭记。这同样是赵丽颖演艺生涯中辉煌的一笔。2. 雷佳音谈第20条舌战戏，拍到一半现场就有人鼓掌。由张艺谋执导的春节档现实主义喜剧电影《第20条》于2月10日全国上映。影片首日开分获得豆瓣8.0、微博9.4、大 V 推荐度99%，淘票票9.5、猫眼9.6的成绩，斩获观众好评。电影上映当日，影片同时举办了《我爱我家》6城首映礼，主创雷佳音、马丽、赵丽颖、高叶、刘耀文、王肖兵分6路空降上海、沈阳、廊坊、常州、石家庄、重庆、南京，带着电影《第20条》回家过年。空降上海的东北人雷佳音直言上海是新家乡，现场还向上海观众学习上海话拜年。影片中，马丽所饰演的妻子总是为了初恋同事争风吃醋，引发家庭纷争。其中一场戏言语激烈交锋中，还透露了马丽的初恋名叫李逵，这恰巧与前2天春晚小品中2个人物的关系呼应上了。被问起春晚上小品中马丽的初恋李逵与电影《第20条》中李逵的欢乐联动，雷佳音解释称，初恋李逵梗是电影剧本阶段就确定下来的。他笑道：“马丽老师叮嘱我们看春晚一定要留意。”说有一个新年礼物，原来竟然是李逵。此外，对于片中大量家长里短的热闹台词，
雷佳音为东北男人证明，笑称这是东北夫妻常见的家庭生态。他直言要将自然的生活喜感融入严肃的法治题材，尺度拿捏尤为重要。影片中的喜剧是流动起来的，导演称其为滚动喜剧，很多喜剧点都是现场即兴的，为此自己在片场天天薅头发发愁。雷佳音饰演的韩明是个焦头烂额的中年人，遭新事接二连三。儿子韩雨辰刘耀文是打了校领导张义士儿子并拒绝道歉，妻子李茂娟玛丽是义愤填膺，继而揍了校领导，补刀成功。与搭档吕玲玲高叶氏分歧不断，案件久拖不决。又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萍、赵丽颖是被逼入绝境，万分危急。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，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。韩明决定赌上一切，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。把韩明这个人物演成一个活人更重要。他学法律，当检察官一路走来的20年，虽然面对现实有妥协，但内心那份正义的理想光芒一定还在。影片中的高潮戏，雷佳音舌战群儒，为公益发声，令观众热泪盈眶。只有前期人物足够真实感，够接地气儿，结尾那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，才能真正走进观众心里。雷佳音也分享这场戏在拍摄时的状况，那段台词说到一半，底下的演员开始自发鼓掌。雷佳音坦言，那一刻自己就知道值了。在同日进行的其他5城见面礼上，各位主创演员也分享了自己拍摄该片的感悟。马丽在沈阳的见面会上直言，我在拍摄的时候也在无数次问自己，如果我是李茂娟会怎么样？答案是我可能也会这样做，还我孩子一个公道。这是作为母亲的本能。在片中饰演听障母亲的赵丽颖回到家乡廊坊，她说，除了手语学习外，更重要是把握人物内心的情绪，如何在不通过台词的情况下，将郝秀萍内心的痛苦、无奈和坚韧表达出来，这是最关乎角色灵魂的。对于郝秀萍的命运，赵丽颖表示，因为碰到了韩明、李茂娟、吕玲玲这样一群人，让自己感受到了人间仍有温暖，仍有爱。她是令人同情的，同时也是幸运的。高叶在家乡常州分享了片中那句振聋发聩的金句：“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是别人的人生。”其实是出自体验生活时一名真正女检察官之口。高叶回忆，吕玲玲和韩明在因案件争执而拍桌子的那场戏中，我演着演着，突然间就有了一种使命感、责任感，那句话就不由得脱口而出。高叶坦言，角色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正是吸引自己的地方。第20条是张艺谋继去年坚如磐石之后，再度将创作触角深入公检法领域，不同于同类题材的庄严凝重。此次影片在轻松幽默的家长里短中，带入现实主义的痛感，让千家万户共情。大年初2，片方曝光我们的人生主题预告。片中一位位平凡人物对正义2字发出振聋发聩的终极叩问：如果你当时也看到人被流氓欺负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就制止了个霸凌，这事儿怎么就成这样了？一个母亲为什么愿意丢下在监狱的丈夫？5岁的残障女儿为什么愿意去死啊？面对无力抵抗的强权霸凌，面对无法难言的内部重压，面对难以抗衡的陈规旧则，当站在情与法的边缘，当检察官流着泪说出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是别人的人生时，声音颤抖却振聋发聩。当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呐喊掷地有声，究竟什么才是正义的选择？如何才能给出一个无愧于天地良心的解答？影片现正全国热映中，欢迎一起去影院寻找心中属于正义的回答。